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你肯定很有兴趣的话题：Cristiano Ronaldo 罗有没有可能在2026年以41岁的高龄上演他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我们手上这份资料很有意思，它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文章，反而相当深入，甚至带点批判性。从科学数据到心理层面去拆解 C 罗眼前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搞清楚这位传奇的最终章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份资料的核心点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它叫做终局悖论。就是说，一方面你看到的是一个生理上的奇迹，一个靠着极端自律在维持巅峰的进球机器，但另一方面是运动科学里躲不掉的衰退定律、球队战术上的两难，还有一个最棘手的，可能让这场最后一舞还没开始就蒙上阴影的纪律危机。我觉得这才是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好，那我们就从最让人啧啧称奇的部分开始吧。资料里提到 C 罗对身体的管理真的跟科幻小说一样，他有自己的低温治疗舱，可以到-160度，还有那个多项睡眠，一天分好几次睡，饮食精确到小时，而且据说从2005年开始就没碰过酒了。对，甚至还有一份来自健康追踪公司 Whoop 的数据，宣称他的生物年龄只有28.9岁，听起来好像年龄对他来说真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等一下，28.9岁，这听起来也太夸张了。这到底是真实的科学，还是 Whoop 的行销手法？报告对这点是怎么看的？问到重点了，这正是报告要打破的第一个迷思。生物年龄28.9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关叙事，但它有很强的误导性。Whoop 测量的其实是心率变异性、睡眠品质这些反映全身健康的指标，但健康并不等于顶级足球竞技表现。运动科学很明确地指出，过了40岁，运动员的最大摄氧量，还有那些负责瞬间爆发的快缩肌纤维，都会出现不可逆的线性下降。所以说他很健康，但不代表他还能像28岁那样踢球。完全正确。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辆被完美保养、从来没淋过雨的古董法拉利。它的引擎声听起来依然悦耳，烤漆也闪闪发光，但你不会真的开它去跟现代的 F1 赛车在赛道上比单圈速度。C 罗做的这一切极致的训练，目标不是阻止衰退，应该说是尽可能减缓衰退的速度。OK， 这就说得通了。这是不是也跟他近期的伤病史有关呢？报告好像有提到一个模式，说他没有那种毁灭性的重伤，但小毛病不断。没错，频繁的肌肉拉伤、腹部不适，这些都是软组织问题，而这就指向了2026年他最大的生理威胁，不是他会不会受伤，而是他的恢复速度。报告举了一个很关键的例子，2025年5月，一次肌肉拉伤让他休息了9天。9天在平常的联赛可能没什么，但在世界杯那种密集赛程里，可能就直接错过整个小组赛了。哇，而且以他的个性，肯定会想带伤上阵，这反而更危险。是的，他那种钢铁意志虽然很了不起，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小伤变大伤的风险。身体的恢复能力是没办法单靠意志力去克服的。好，所以他的身体确实是在一个极限状态下被精心维护着。但奇妙的是，光看他现在的进球数，你可能完全感觉不到这种衰退，这就是数据有趣的地方了。对，这就是第二个层次，数据揭示的真相。报告比较了他皇马巅峰期和现在在艾纳斯，就是 El Nasser 的表现。单看进球效率，真的没话说，平均每80到90分钟就能进一球。作为射手，他依然是致命的。那改变的是什么？改变的是他如何进球的方式，而且是天翻地覆的改变。你听听这组数字，我觉得非常惊人。在皇马那段时间，他总共完成了740次成功盘带，还有将近700次的关键传球。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他。但是在艾纳斯2024到25这个赛季，这两个数字分别骤降到16次和38次。16次，740次对比16次，
这数字我得再确认一下，这基本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球员了。所以报告的意思是，过去那个可以从中场一路杀到禁区，创造机会的 C 罗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这么说，他几乎完全放弃了作为进攻发动机和机会创造者的角色。现在的他是一名非常纯粹的，在禁区里等待队友喂球的终结者。XG 也就是预期进球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XG 可以帮我们快速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没问题 ，XG 这个数据衡量的是根据射门的位置、角度、方式等等，一个普通球员进球的几率有多少。比方说，在门前1公尺射空门 ，XG 可能高达0.9，但如果是30公尺外远射 ，XG 可能只有0.02。报告发现 ，C 罗现在的实际进球数跟他的 XG 数值几乎完全相等。这代表什么？这意味着他不再是那个能把0.1的机会变成进球的魔术师了。他现在的工作是稳定地把队友创造出来的0.8、0.9的机会准确地送进球门。他从一个创造者变成了一个高效的转化者。哇，这就产生个很大的矛盾喽。如果他只是一个终结者，不再参与组织进攻，那对像葡萄牙这样中场充满了 Bruno Fernandes 这种创造性天才的球队来说，他到底是资产还是负担？总教练 Roberto Martinez 是怎么看的？这就是 Martinez 面临的 C 罗难题。客观事实是，在 C 罗缺阵的一场比赛，葡萄牙曾以9-1狂胜亚美尼亚。那场比赛里，球队的进攻行云流水，多点开花， Bruno Fernandes 这些中场核心被彻底解放。这证明了葡萄牙的黄金世代绝对有能力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打出更团队、更华丽的足球。但 Martinez 不可能真的把它放在板凳上吧？不可能。所以赛后 Martinez 马上就公开而且非常坚定地说，由 C 罗的球队更强大。这就表明了他的选择早就不只是战术层面，更是更衣室政治和心理层面的管理。你不可能轻易地把一位国家英雄、精神领袖晾在一边。报告甚至提到一个引力效应，说 C 罗的气场太强，队友在场上会下意识地找他，把球传给他，即使旁边有更好的选择，这反而会让进攻路线变得单一，更容易被预测。所以我们有了个正在衰退但可以完美保养的身体，一个完全转变的依然高效的场上角色。但你一开始提到最大的变数可能不是这些。没错，身体可以管理，角色可以转变，但报告指出2026年最大的威胁可能来自他自己的心态。这就要讲到2025年11月对爱尔兰那场比赛的红牌事件。那次事件，在球队0-2落后的时候，他有个非常不必要的动作。是的，在一次争抢中，他用手肘蓄意地击打了对方后卫的背部。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居然是他在226场国家队比赛中的第一张红牌。他生涯拿过不少红牌，但在国家队是第一次。哇，那为什么这张红牌会变成一个危机？不就是禁赛1场吗？问题就在这里，它远比禁赛1场复杂。根据 FIFA 的纪律章程，这种没有争抢球权的暴力行为，最低的处罚是禁赛3场。3场？对，他已经因为红牌自动停赛了1场，就是那场9-1大胜的比赛。但关键在于 FIFA 的禁赛规定必须在官方比赛中执行。现在的问题是，葡萄牙已经直接晋级世界杯会内赛了，他们在世界杯开打前已经没有任何官方比赛了。等等，你的意思是剩下的2场禁赛必须在202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执行？完全正确。如果 FIFA 维持3场禁赛的判决，他就必须错过世界杯小组赛的前2场。这对葡萄牙队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消息。天哪，这太严重了。所以葡萄牙足协肯定在上诉吧？报告有提到他们的上诉理由吗？有，他们提出了3点：比赛的敌对环境、对方的言语挑衅，还有 C 罗过往近乎完美的模范记录。但报告的分析可以说是毫不留情，他认为前2的理由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
暴力行为的定义是看动作本身，而不是看动机。所以这次上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报告认为，这本质上不是一次法律上诉，而是一次政治上诉。他们等于是在请求 FIFA 看在 C 罗的历史地位、商业价值以及对世界杯的影响力份上，给予一次特殊豁免。说白了就是，你真的要让世界杯在开打初期就失去他最大牌的明星之一吗？这起事件也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很不稳定，在球队落后的时候做出这种不理智的行为。没错，报告把他跟2022年在卡达世界杯他被降为替补时那种公开的暴躁反应连结起来，认为这是一种压力下的心理短路模式。这就成了2026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当球队陷入困境，或他个人表现不如预期时，他会是那个在场边激励队友的领袖，还是会成为更衣室里的一个干扰源？这次的红牌事件让后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聊到这里，整个轮廓就非常清楚了。所以，当你在2026年打开电视看世界杯时，C 罗的命运可能根本不是取决于他的身体或教练的战术，而是取决于 FIFA 在苏黎世会议室里的一致裁决。是的，报告最后也建立了3种可能的情境，很值得参考。第一种最差情境，上诉失败，维持竞赛3场，他错过小组赛前2场，对葡萄牙是重创。第二种折中情境，竞赛减为2场，他只需要错过第1场比赛。报告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结果，但这会给教练带来一个巨大的战术难题。如果球队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赢了第1场，第2场你该不该把他换回来，打乱一个已经赢球的阵容？哇，这真的是个头痛的问题。那最好的情况呢？最好的情境当然就是上诉完全成功，竞赛1场就没事了，他可以打满所有比赛。所以说 C 罗最后一舞的剧本可能真的不是在球场上，而是在会议室里写成的。这就是最终的悖论。阻碍他完成传奇结局的最大障碍，不是41岁的身体，也不是场上的对手，而是他自己的纪律与心态。听完这一切，真的让人很感慨。最后也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这份报告虽然聚焦在 C 罗，但他的案例其实反映了现代体育的一个核心冲突。当一个传奇运动员的象征意义、商业价值和球迷的情感连结开始跟球队纯粹的战术需求产生矛盾时，会发生什么？在什么样的时刻，一个伟大的神话会开始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